们整的是啥玩意儿？急死火燎！去了你就知道了。刘官，哎，刘官，啥味儿？这是？杀猪菜，猪蹄子、猪耳朵、薄皮干豆腐。咱这不还有大全圆两瓶吗？啊，大全圆，整着喝喜酒啊？算是吧。高哥的意思是，先给生米煮熟了，完了结婚摆酒，回头再说。这小子子弹早就上膛了，就等着咔咔咔一顿突突呢。张师傅，哎，来了。行，哎，忙着呢。很忙呢。您坐，长官。哎，今儿给我好好拾掇拾掇啊。好嘞，长官您先坐了。小心一点。别动，朝我剃头，您得多上3个子儿。好刀法，就是不知道杀人啥样啊。那可没试过，我这刀啊是吃饭的，保准哪天把我逼急眼了，兴许就会杀人呢。给你的。哎，你还没给钱呢！师傅，你的刀法不错。等你试完我的刀法，我自然会给你钱。什么事？怎么是？只要你一动不动，这2块大洋就属于你的。把钱捡起来给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大日本帝国著名武士善次郎。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把钱给我捡起来。你是谁？我是东北飞鹰队的，听说过吗？你想跟我比试吗？告诉你，老子不玩刀是玩这个的，看见没有？完了，我枪法还不好啊！我要是瞄你脚后跟呢，没准打他腚沟子呢。你别以为我怕你，你拿枪说什么？看热闹的给腾个地儿。哥，别动枪，今天日子不一般。来呀！我们家等着呢。捡不捡？别忘了，这是奉天，不是你们东京。喂，你叫什么名字？改日上府上拜访。高志航，家住药王路5号，这是恭候。我记住。啊，今天我要是晚来一步，那就完了。
哪能呢？啊！我就算把这浪人给他打死，少帅也不可能把我给崩了。哥，唱的叫啥呀？这是一首法国的军歌啊，是我在法国南部城市曼彻底学的，好听吧？不好听。其实我也就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那翻译过来呢就是“祖国，我们共同的遗憾，就是只能为你奉献一次生命。”人齐了，早齐了，杯子摆上，就等你倒酒了都。哎，那个打架的事谁都不许提啊，尤其不能跟你嫂子说。是。我刀哥来一个，让我快声啊，给大家伙唱首小曲儿。哎，助助兴。刘哥，来一个，来，我年都不差。哒哒滴啦哒，一更那美呀，小大聪明呀，小奴好悲伤啊！喂，要我变5号。像你那个拍了拍呀，耳目细打量呀，隔壁村的又来了拍呀，骚的美小呀，黄啊还有。快点！喂，往往这走开！谁呀？有人敲门。没事，刘哥不哎呀，别管了，还要饭呢！没要饭了，来，喝酒。谁呢？喝酒了。刘哥穿衣去。好了，小日本吧？几个？看不清楚，黑乎的，一大帮子。拿着刀呢。别，放下。动枪犯说的。哎，你干啥去？我干啥去？我家门口。我知道你家门口，你彪呼干啥？高子涵，我知道在里面，快出来！门口，你搁屋待着啊。你这彪呼的，出去吃亏，知道不？出来！对呀，啊，这我家门口。我知道你家门口，少帅都不管这些人，出来！你个少校管啥呢？我得对得起这身皮吧，乞丐。来，行啊，搁屋待着啊，兄弟，走手，搁屋待着。起来，别出来啊！高子航，我说过我会来拜访你的。这大冷天的，你穿着凉拖，不怕冻脚啊？再说一遍。大冷天的，穿凉拖你不怕冻脚啊？这是我们日本的习惯。雅丽。
你们谁是头？老大，跟我走一趟。高志航打小日本的事儿，大老刘学给了村里人，说那可是打生死架呀，打的人没怎么样，把他屎尿吓出了一裤兜子。这一架让高志航在奉天扬名，在家乡立棍儿。高志航他妈见人就吹，说人呐，活的就是一口气儿，打也就打了，也没见小日本把我儿子怎么样。其实这事儿并不像他想的那么轻松。长官呐，您最好叫几声，这是打给日本人看的，您倒是叫啊！您这是跟兄弟们过不去，那可就对不住了。汉卿，我还是想再提醒一句，这个单次郎可不是普通的日本侨民，他们家和关东军的本庄繁将军有世交。早在幕府时代，他们的家人就在将军府上做武士了。编故事吓唬我？你在日本有很多朋友，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我就太把这个单次郎当回事了。可是本庄繁将军当回事啊，要不然我也不会专程来府上。他人现在哪里啊？在医院，光肋条就打折了3根。你回告本庄繁将军，这个单次郎目无法纪，寻衅滋事，强暴妇女，在警察局就有多次掠行记录。本司令的职守是护境爱民，我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已经是体恤贵国侨民了。汉卿，可这光天之下殴打我大日本侨民，这简直是对天皇的挑衅！挑衅？挑衅的是这个单次郎，他追上门去打，这也太放肆了吧！别忘了，这是东北军的地盘。那依您的意思，不要把我逼急了。逼我太急，说不定我把这个单次郎逮捕法办了。汉卿，我也是想息事宁人。人不行了，晕过去了。我已经按军规惩处了部下，你还要我怎么样？长官，宪兵队执法完毕，鞭笞6时，高志航已经不省人事。这光鞭笞6时，我很难向本庄繁将军交代。那你怎么样才能够交代呢？难道非要我一枪瘪了他吗？我说了，先逮捕法办，然后由总司令出面登报，做个道歉声明。道歉？先父被人炸死的时候，有谁向我道过歉？汉卿，令尊大人之不幸，纯粹是你们国人所为，和我们大日本帝国那是毫无关系。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我只能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回到
我们谈的题目上来。我烦了，不想谈了。你回去告诉本庄将军，我已经给足了面子。嗨，お邪魔しました。送客。起来吧！哎呦，装什么装啊？全是鸡血。哎呀，有那么几下是真的。谢长官关照。你也够狠的，把那单次郎打断了3根肋骨。这也是遵照您的指示啊。什么？遵照我的指示？您忘了，不管谁啊，只要有辱奉军的声誉，绝对不手下留情。这是您1年前在航校大会上的训示。那是你的理解。不过，一样的拍马屁，你的我爱听。是。别着急，我还没说完。以后不可造次，事关国与国之间的事。同除了娄子，我都斗不了。明白了。格丽尔，轻点。你的上司是混蛋，他不该这样对你。是的。但这样他们能解气，你知道吗？解气？对。哎呀，解了气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中国人真窝囊，在自己的国家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不光是日本人，还有你们俄国人。你说的是红死俄国，我是白死。哎呀，在中国人眼里都一样，你轻点儿。都一样？对，都一样。我是你的太太。从你进门，我一直精心的照料你。你呢？你没吻我一下，也没说谢谢。啊，好的，谢谢。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吗？怎么了？我不能生火，不能烧饭。这2天一直是那个胖的男人给我买饭吃。大老刘。对。哎呀，亲爱的，他是我们的外甥，这是他应该做的。那你在黑河谁给你做饭？在黑河有梅子，她是我的朋友，兼佣人。你是希望我成为你的丈夫兼佣人，对吗？当然不会，这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什么时间？从贵族到平民，这是个蜕变。比如说，当军人的妻子还要懂护理。对。哦，对了，格丽尔，大老刘一直怀疑我不会骑马，下次你要碰到他，告诉他我的马术很好。老四啊，老刘来了，忙着呢。那啥，给我整碗豆腐脑，然后把那个猪蹄子给我来俩，整个酱肘子。咋样？买卖还行啊？还行。给谁买的？我兄弟。也是长破鞋的吧？犊子。我就说你咋总狗眼看人低呢？我这个兄弟是个东北军头，知道不？骑大马挎羊刀，然后穿大皮靴往那一走，夸夸贼有派。得了吧你，风大也不怕闪了舌头。好了，走吧。
来给你接。哎，好了啊，老师，往找。哎。亲爱的，说说你家吧。我只在照片上看到你爸爸妈妈。我从法国回来有2年没回家了。我呢？我只在梦里能回到彼得堡。亲爱的，你不能这么说，以后也不许这么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知道吗？嗯。你去哪儿？这是东北的军用地图，上面没有彼得堡。我在这3棵榆树。好，3棵榆树。但我要告诉你，3棵榆树也很小，你在这上面也找不着，我只能告诉你它大概的位置。它从浑江一直往这儿，从这儿拐下来，大概是在这儿。我更关心我的老婆婆。她怎么样？她就是那匹母马。我妈，她这个人脾气很倔强，脾气很大很凶。在家里面，不光是我，包括我的姐姐、弟弟，还有我爸，都怕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干活的时候，不管我干得多好，或者说是我念书的时候，我妈她都不会夸我，但我知道她爱我，像你一样爱我。天太冷了啊，都凉了，热着再吃啊。谢谢。没事。哎呀，明天不要送了啊，那个小泽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吧？没大事，就挨了几个鞭子。那我进去看看。对不起，他刚睡了。哦。没关系，我可以让他起来。不用，我没啥事儿，一个闲人，哪天再说吧啊。你赶紧睡吧，我走了啊。谢谢。没事。哎呀，我差点忘了，他让我告诉你他的马术很厉害。马术？我想他说的是骑马。有什么可笑的？没事。真重要。赶紧睡，我走了。谢谢啊。报告。进来。高志航奉命前来报道。你本来还有2天休假，休不上了。南京派来一个使团到奉天视察，为首的中央大员吴铁城是少帅的挚友，又刚刚当选国民党第3届中央执委。无论于公于私，少帅都认为有必要派飞机护航，给足面子。
是。高志航那时飞的是 I-26，据说是苏联雅克系列战机的鼻祖。雅克在后来的二战中，号称世界优秀战机的3剑客之一。但 I-26当时的名声不咋地，高志航叫他瘸腿驴。他的起落架要么放得下，要么放下了收不起来。飞鹰队当时的战机号称300架，史料上记载的有法国的布莱克、高德龙、伊斯特，有英国的大尾美型和小尾美型，还有几架美国产的霍克，简直就是飞机的博览会。天，哎呀，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介绍一下，这是张副司令，这是荣参谋长。幸会幸会，里面请。这是东北易帜以后，南京第一次派人来啊！蒋公让我给你带好啊！真是深感荣幸啊！里面请。就这儿，就这儿，对，就这门。啊！哎，过了。哎呀，你慢点开呀。就这儿。那啥，你就别进去了吧。来，我帮你搭把手。我真自己行。行了，你慢点啊。行了，你就在这等我吧。抬一下。哎呀，慢点啊。你就搁这儿住啊？啊，就里面那屋。哪边啊？来吧，进来吧。你说你找的这个地方啊？不是你这屋里咋这么味儿呢？有味儿吗？拖鞋这脚丫子味儿。哎呀，我就说不让你来。哎呀，找啥呢？跟贼似的。找啥呢？我看看你这枕头上有没有娘们头发。娘们头发没有，我这娘们有一个。哪儿呢？哼，就他呀！啊，这不蝴蝶吗？谁？不是，你连人家是谁你都不知道，你给啪墙上去了。蝴蝶啊！哎，这名好听啊！来，我给你上一课啊！我告诉你啊，他叫蝴蝶啊，上海的电影明星啊，我们少帅老稀罕他。哎呀，但是他是谁对我又能咋的？下不来，我就过个眼瘾。哎，好，我没事的时候一个人憋屈了，我就跟他唠叨唠叨，可好了，说啥都听。那你俩都唠啥呀？那呀，管那么宽，你警察呀？有啥？哎，不多啊，收着。把我当要饭花子了？拿点拿。不是，我不缺钱。我搁屋上等你啊，你这屋里太味儿了。不是，我现在还行，我这新衣服啥这不都有吗？我还没穷到那份儿上，我要穷到那份儿上，我就赖着你，你想不帮我都不行。不瞒你说，现在无论是南京还是东北，大家私下里都叫我东北王。这要传到蒋委员长耳朵里，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这么说，
汉卿听到什么消息了？北平文学界盛传一种《清平乐》，前4句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共匪毛润之的一首新诗作，还未发表。看来汉卿的消息蛮灵通啊。是写蒋桂战争的吧？就当是赤匪的赤色宣传罢了啊。据我所知，伪作攘外必先安内，这个策略可不是宣传啊。现在桂系主力部队纷纷瓦解，李宗仁通电下野了。小诸葛白崇禧跑到香港当御工去了，不知道南京的枪口下一个对准谁。格丽尔，格丽尔，你看谁来了？你好。哎，你好，你好。那依你之断呢？汉卿不敢冒昧。都退下。依兄长之拙见，现在蒋公心里最放不下的2个伴，一个是朱毛的共匪，他们虽然人寡，但是信仰弥坚，这成了蒋公的心腹之患。最近正在密谋运兵，进行第3次围剿。那第2个就是山西王阎锡山了。正是此人呐！连年内战，国内的各路军阀都有损失，可是就是这个阎锡山却毫发无损。其麾下居然发展到了50万人马，而且拒不向南京称臣。在这个问题上，蒋公可是绝不会容忍的。那半个呢？冯玉祥啊。冯玉祥？我没想到啊，这冯玉祥老哥可是和伪作拜了帖子的金兰兄弟呀！哎呀，汉卿啊，话分怎么说？李宗仁跟介公也是金銮兄弟呀，可是，在利的面前，别说是拜把子兄弟，就是父子，也可以反目成仇啊！也是啊。这就是说，汉卿，介公要的是一统天下，他要成为中国的唯一领袖，所以谁妨碍了他对这个设想，谁就有可能是你说的下一个。兄长此行奉天，也是有告诫的意思吧？这话可就重了。汉卿啊，这么说吧，东北易帜，中国形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可这也去了蒋公心里的一块大病。至于今后的事情，汉卿可千万马虎不得呀。比如说，一旦中原战事突起，你汉卿就成了介公眼里这架天平上的重要筹码，孰重孰轻，你可得好好的掂量掂量。
你家里那个准备做小啊？邵文珍呢？什么邵文珍？邵文静？不，这事儿跟邵文静有什么关系？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前天通话来个老乡，我安排喝的酒，人家说了，邵家现在是现马房，知道吗？盯上了，非得把他们家二闺女嫁给你。哎，这个事儿啊，我听我爹提过，可我那会儿没答应。你爹把四彩礼都送过去了。反正咋说呢，我觉着吧也挺好，对吧？这个吧，就跟放羊似的呗，你一个也是放，俩也是养，对不对？这年头还愁女人多吗？你看人张大帅那才叫本事，我要是有你这大皮靴子，我北平整一个，奉天整一个，3棵榆树我再放一个，夸我都放满，我到哪儿我都是家。你们说什么呢？扯淡呢。对，闲唠嗑。哦，对了，格列，我要送你一样东西。我说过，回到奉天以后要给你买高跟鞋，而且是每样一双。我的上帝，你要开鞋铺吗？喜欢吗？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儿。你要开鞋铺吗？谢谢。是。你说？这一双喜欢吗？C'est le chant de Talozzo. En Europe, il y a un slogan. Portée de Talozzo, on peut conquérir le cœur de tous les hommes. Pensez-vous que tous les hommes ne regardent que les chaussures? 说啥呢你俩？扯高跟鞋呢，有点不对劲。那个格丽尔，答应我，往后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不要穿高跟鞋。那你买了不就让你穿的吗？对呀，买了又不让穿。对，这是命令吗？是命令，不过也是请求，但你必须得当做命令来执行。这太蛮横了，你不觉得吗？那东北男人都这样，你得学着适应。我不会的。亮儿，那个什么，我刚才出来的时候，那门好像没锁严实，我先回去看一眼去啊。你别的，哎呀，哎，你跟着唉声叹气的干啥呀？你凭啥不让人家穿高跟鞋呀？没道理呀！格丽尔穿高跟鞋好看吗？好看呢。小心眼儿，你咋那么小心眼儿呢？那咋的？我媳妇儿，我愿意。啊，你媳妇儿，我不管。出来。啥呀？冬阳糕。哎，这玩意儿我吃瞎了。也拿着，命令。哎，命令。哎，啊，那高跟鞋，哎呀，买都买了，多可惜呀！不让穿，退了吧。坐下。
亲爱的，你对我刚才的命令的理解有误。我的意思是说，你穿高跟鞋要分时间、场合、地点。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在家里是可以穿的。或者说，你一个人逛街的时候，不行，一个人逛街不行，得有我陪在身边。再有就是重要的机会，比如说是明天晚上的舞会。明天你有什么舞会？一个非常华丽的舞会，我希望你打扮得特别漂亮。其实我觉得你蛮横的样子很可爱。吴孝儿有一事禀告二老：不久前去黑河执行军务，偶然和白俄贵族之女格丽尔相识并相爱，而以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旧话，还望二老以宽恕之心容纳格丽尔。我今天才发现我老婆是这么漂亮。最重要的是，我是高志航的老婆。到了舞会上，我可不能管你叫老婆了，这是在家里的称呼，我该叫你太太。能知道舞会都有什么人吗？如果不是军事秘密的话。这当然不是秘密，从南京来了一个使团，再有一些就是奉天的名流。你算什么？凑数的。另外，南京有2个记者，说要见见飞鹰队的人。不管怎样，他总算见到天人。谁？我的高跟鞋。小笑，他再跟您说谢谢。里边请，您请，里边请。你会慢慢适应的。别忘了，我的命令随时有效。这位是南京中央时报的记者翁小旭小姐，她很想认识你。高队长，我是慕名求见。这位是我的太太可丽尔。大队长你好，今晚你回他。不好意思，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没关系。你介意不，可丽尔？失陪。你太太是俄国人。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俄国名媛。她确实是贵族，但具体是个啥样的贵族，我也不清楚。高队长，您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不可能，本人官阶卑微，一无战功，二无业绩。往好听了说呢，就是空怀报国之心；往难听讲，就是无为之徒9年犯淡。不尽然，我在中央日报之前，在上海的米勒市评论做过几天资料员，我是在那会儿认识的你。是吗？我是有备而来的。看看吧，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3年前的报纸，那个时候我还在法国。文章里有一句溢美的话，就是上面这句，说高志航在赴法的28名学员当中是个成绩卓然的艺术。这是蔑视，也有屈辱在里面。这话怎么讲？请你跳个舞吧。说法国，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法语。法语我只会说1句，你能讲英语吗 No problem.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All of you. You'll be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Air Force. I'm interested in your experience very much. Experience. That's a long story. Initially, we studied at Minala Academy in France. The curriculum was simple. Ground glide, take off 300 meters. Then landing slide, then take off, then landing.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re, we came to the high class of the East Military Academy. Wait, what? Why is a military academy? At that time, France only had the Navy and the ground forces. You have to know, the Air Force was still pretty young. Bobbies, the head of the East Military Academy, was wounded during the war in Europe. His leg was badly hurt. We used to call him the limp on his back. But that was until we saw him fly at a flight demonstration. In my eyes, he was playing the most beautiful waltz in the sky. It's a bad imagery. If I were Bobbies, I'm Black Wind. yes, you will be turning in my head like crazy. They are looking at us. Do you mind? Forget it. Because I'm in the sky. 10,000 feet away. 那个毛头小子是谁呀？哼，他竟然敢抢你的风头！来的时候给你们护航的，一个会说法语的穷小子。他敢抢我的风头，说明他内心很强大。鲍比斯校长有一次跟我喝多了，他告诉我说，只要他上了飞机，他的腿就不瘸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他的心里会长出一对翅膀。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我也从中悟出了一种境界。什么境界？人机一体，物我无间。这更像是东方的智慧。不错。她很漂亮，像一只美丽的花狐狸。是吗？格雷尔，你不知道，在中国，形容诱惑男人的女人，应该在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后面加一个字“精”。她像一只美丽花狐狸精。是这样子的。这只美丽的花狐狸精正和你的丈夫放电呢，你不介意吗？如果他不吸引女人的话，我倒很介意。哦，看来你的心还挺大的。可惜啊，你的丈夫犯忌了。犯忌？对，忌。什么意思？我努力做到让飞机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相信上帝在18世纪末制造出飞机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他要把飞机作为礼物送给高志航。哎，你那美丽的花狐狸精呢？别在那挖苦我啊！我已经完成任务了。花狐狸是你媳妇儿说的，精是我说的。别叫那些没用的啊！
我是在夸他。我猜八成是找少帅跳舞去了。让你猜着了。你不会吃醋吧？亲爱的，我能请你跳个舞吗？他似的子龙长山江，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救恶斗，杀得曹兵波国仇。这一班虎将哪国有？还有举国勇结谋。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有2个高长，我分不出哪一个是你。那就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一个是说法语、英语和俄语，喜欢红酒和艺术的男人。你少说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飞机。对，在法国我最喜欢的是第27，它的螺旋桨是木质的，发动机有900马力，最重要的是它机头上有一门2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只要扣动扳机，它的声音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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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红酒、艺术和飞机一样，很浪漫。我喜欢你这个解释，要不然也不会有法国的空中骑士这句话。说说另一个高志航吧。另一个。对，另一个。对不起，我总是能通过你看到中国的乡下。乡下的穷小子。比如说，你还不习惯穿拖鞋。亲爱的，我小时候是没有鞋穿的，更别说拖鞋了。啊，夏天我的脚上会划出很多口子，到了冬天，这些口子会变成冻疮。你还没有告诉我哪一个高中是你。你可以先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我不知道。高志航，你就是个土鳖，你居然能娶到白俄的贵族当老婆。你在说什么？没说什么。我们该好好谈一次，你不觉得吗？好，好好谈一次。你为什么不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在逃避。我没逃避。你看我。你什么时候打算带我去乡下？哑巴了？是嫌我拿不出手吗？你连拿不出手都会说。我不是嫌你拿不出手，我是。怕你会失望。不会的。
加计随机，加勾随勾。还会说什么？我还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叫露水夫妻。亲爱的，我们结过婚了。我们没有结婚。我见到中国人结婚，你该杀猪、喝酒、吹喇叭、上花轿、拜父母祖宗，这才叫结婚。格里尔，我现在，你知道飞鹰队刚刚成立，我们的训练科目很重，让我忙完这阵儿，忙完这阵儿我一定带你去通华。你在骗我？我没有。我知道你在家里还有一个烧什么针？邵文珍，是我跟你说过，她是我的前妻，不过她不在了。他知道还有一个妹妹。你听谁说的？你们那天说的话，我听到了一大半。对不起，不是故意的。那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知道我们俩谁是妻，谁是妾。什么谁是妻谁是妾？你在骗我！我知道中国男人喜欢妻妾长裙，这也是老刘说的。他说这好比放羊，一个是放，两个也是放。好吧，格里，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给家里写信了，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了我的父母，可他们回信说婚姻大事应该由他们做主。那你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输翻了。是，已经是生米做成熟饭了，对吗？不过格里尔，这是中国。中国人讲究孝道。我明天还有表演科目，先洗个澡。对不起了，许教官。上了天以后，你只能是我的良机。高志豪，你别嘚瑟，你在天上能待多久啊？迟早不得到地上来吗？哎，铁兵兄啊，这个科目日程上可没有啊，这是你点的，我可没有向南京宣扬武力的意思。汉卿啊，这你可多虑了，我没有来探你家底儿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的先父确实有先见之明。国内各系军阀，论起空军来，除了粤系，还有韩复榘，还算有几架破飞机而外，其余各系几乎是零。论起空军，还就属你们奉系了。数量之多，堪比中央军。
不瞒你说，东北军号称有300架飞机，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真正能升空作战的不过100架。不错，汉卿啊，数量多寡那是次要问题。你的优势在于，在国外有一批学业有成归来的飞行员。据南京航空总署的人判断，中国未来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会出在南京，而是你们奉系。那看要跟谁打了。打内战是出不了王牌飞行员的，要是出了，国人也不会认可。汉卿的意思是，你可以转告委员长，我的飞机是给老毛子和小鬼子准备的。好，我一定如实转告。他就是抢了我风头的高志航。你好，长官好。徐峥，你好，长官。你从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吗？报告长官，我原名叫高明九，高志航是我去法国留学之前改的。如果我记得不错，那天是民国11年11月12日。高志航，好啊，志在航空。是。关于你的身世，我还想多听几句。我坚信，国家未来的荣辱将取决于空中力量。我等一辈当志在空军。汉卿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说的是国家，而不是你统辖下的东北。没错，东北军当有国家情怀。格里尔，Major, j'ai passé une nuit blanche hier soir. Permettez-moi de vous parler plus directement. Bien que je vous aime,
Mais ce n'est pas la vie que j'imagine. Si ce n'est pas possible de vous épouser, je n'ai pas d'autre choix que vous quitter.哟，这位爷，你脸生了，不着头回脸生，二回就脸熟了。这位金哥，里边玩，里边玩。大姐，帮我找个人，姓许啊，是个当兵的，帮帮忙。谁呀？呀，你咋来了？哎，干啥玩意儿？跟踪我呢？我是个闲的，我跟踪。啥事儿？给丽儿好了。干仗了。哎，反正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早说过嘛，格雷尔那种女人靠不住，不像这些女人好使，别不到裤腰带上，知道吗？说吧，干啥？你不是地上挺横吗？让你那些宪兵队、警察署的朋友们帮帮忙。这事儿不好办呢。有啥不好办的？你搁那城门口道边，把路卡呀什么的设上盘查不就完了吗？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抓日本奸细。啥玩意儿？日本奸细。真有你的啊！在家等我信儿，行吗？我说你麻溜的啊！你欠我个人情。是，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哟，你这跟谁说话呢？那啥，一个人憋屈了，瞎磨叨磨叨。咋的？有事啊？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我这会儿闲着。那进来坐会儿呗。就你这屋，能下去脚吗？也是哈，你说这老爷们要是耍单儿，这日子真不能叫日子。那叫啥？叫月子。咱俩说好的，上打租。哎呀，你瞅我这记性，忘死死的。我给你取去啊。哎呀，来，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啊！我虽然是个破厂鞋子，但钱肯定不能差啊！哎，不就缺个婚礼吗？啊！我要是不爱你，我不会拼了命的把你从黑河娶来。怎么那么傻？喂，你麻溜点，到宪兵队来，抓了个日本奸细。你确定是格里尔吗？我告诉你，日本奸细。好。许教官。就刚才那俄国小娘们儿，自称是你们飞行队的眷属。战乱时期，真假难辨，不可轻信。是。还有，我跟你们队长已经说了，一会儿飞鹰队高队长来，把这个小娘们儿交给这个队长审讯。是。
人呢？啊？格里尔人呢？我告诉你，抓了个日本奸细，滥用职权，少帅会把我头拧下来的，知道吗？在哪抓着的？花了2块钱买通了卡车司机，快到北关了。哈个啥呢？还让我教你演戏啊？你是？我是飞鹰大队的高志航。不行，我呀。Ici, c'est la police militaire. Vous êtes soupçonné d'être un espion pour l'armée japonaise. C'est moi qui dresse le procès verbal. Vous comprenez? Je comprends pas. Si vous comprenez pas, c'est pas grave. Je vais vous expliquer tranquillement. Mais maintenant, mon rôle, c'est de vous interroger, pas de vous prendre dans mes bras. Je suis désolé, mais je dois cacher mon affection pour vous et j'espère que vous en ferez autant. Major, c'est trop ridicule celle-là. Vous ne trouvez pas? Ça n'a rien de ridicule. Depuis peu, les Japonais ont corrompu beaucoup de Biélorusses afin d'en faire des espions. Du coup, Jean Julien ne fait plus confiance à nos compatriotes. Vous n'avez pas confiance en moi? C'est le seul moyen que j'ai trouvé pour faire revenir et être ma femme. Vous croyez vraiment que je vous laisserai partir? 下面开始审讯，你必须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 Si vous m'interrogez, je ne dirai pas un mot. Ne pensez-vous pas qu'on a des choses à se dire tous les deux? « 长官，是不是应该给他点水呀？我看他嗓子有点哑。 Je vous ai toujours tout dit sur moi, sur ma famille. Mais je ne connais rien sur vous. Que voulez-vous savoir? 姓名？佳丽啊，这是东北人按自己的发音习惯叫我格里尔。出生年月？你都知道啊。出生年月？1910年7月。有人怀疑你是日本奸细。胡说。也许是胡说。那么把你的整个生活经历都告诉我。本队长不怕啰嗦。我家在很远的地方，彼得堡。我9岁那年，俄国穷等闹革命。 我母亲把我送到巴黎一所贵族学校，是为了躲避战乱吗？不完全是，她也想让我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因为俄国上流社会都是这样。说说你爸爸。我爸爸是第俄海军的军需官，他从我 祖父那里继承了爵位，他是尼古拉男爵。长官，这也记啊？记啊。你下面跟我说一说尼古拉男爵的夫人吧。我妈妈是彼得堡一个大庄园主的女儿。 我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边度过的。占地很大，几百公顷。瞅什么呢？啊，
长官，我都忘记这是审讯了。我自己也不觉得这是审讯了。往下说。我从法国回来时，庄园还在，但是已经不属于我。我外祖父一家都被穷党赶到乡下了。爸爸呢，他是在战场上死了。妈妈嫁了一个铁路职员。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给了我2张去东园的火车票。在边境，我外祖父偷了一匹马，他把我抱在马鞍上，他自己拽了马的尾巴过河，到河中间时两边的士兵朝我们开枪。我还记得他死之前对我说的话。他说什么了？他说了，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决定的，是像盲人骑瞎马一样，不知道命运会带你到哪儿。长官，我结个手，不行了。我要告诉你，祖父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我知道，所以我想离开你。徐教官，哦，这个什么，这个犯人很重要，你们呢回避一下。是。没完呢！我能不能旁听啊？滚犊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因为你敢爱你的父母。你别忘了，我还是法国航校的优等生。我不在画眉册上的老师，其中一个就是雨果，你知道吗？你想说什么？我不是想说什么，我是想告诉你，雨果跟我说了什么。人出生是2次，对吗？一次是在他开始生活的时候，一次是在他开始恋爱的时候。如果你是块石头，你要做鹅卵石；如果你是植物，你要做含羞草；如果你是人，要做意中人。格里尔，我的第2次生命是在黑河，就是在你给我狗皮褥子的时候。可惜这张褥子被我丢掉了。没有，它在我心里，知道吗？在我心里。这我明白。真的爱究竟是什么？是死心塌地的抵受，绝对的唯命是从，不顾自己，不顾一切，无言不听，无言不行，把整个心肝灵都交给你，居住在。你是我灵魂最后之梦。你快忘了，这是宪兵队。去他妈的宪兵队！你父母反对呢？反对无效，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已经快上你的杂种了。说的是真的。
但是我马上要坐上花轿，要不害着那个。不光是个杂种，他还是个野种。中国2个对嘴都不说好东西。我答应我请假，明天我们就走，明天回通话。你们咋来了呢？啊，走啊啊！这是大伙包份子给你买的。谢谢诸位弟兄啊，谢谢。这是我们东华老乡的一点意思。谢谢。来。诸位弟兄啊，这次走得太匆忙，等我回来一定把这顿喜酒补。子恒啊，临走我送你一句话啊，你的命令下来了，飞鹰大队总教官。总教官是个什么官？就是教咱们开飞机的。你这不行啊！你当官得带长啊，不带长要不放屁都不响。哎呀，你抓紧。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该怎么称呼？许副大队长。长官，我可以上路了。保重。走了，上车，格里亚。走了啊。外甥啊，走的时候给我把门带上啊！啊，你放心吧。慢点开啊！走了，过2天我就回去了啊。